那，这就是我家。小，小，你懂什么呀？林瓦虽少，却能遮雨；蜗居再小，却有温暖。这里再小再破，也能让我卸下朝堂上的疲惫。我在外边飞得再高再远，我也想立刻回家，跟我阿娘谈心后，再美美的睡上一觉。四面有风，哪里暖？你居然从来不知家有多暖？那你可曾有家？以后有我的地方，就会给你个家。去我屋看看呗。快点儿！你在我房间里做什么呀？还在这里蹴鞠？连你房间都应该是我的，我愿意蹴鞠就蹴鞠，你管不着我。凭什么我的房间是你的？凭你凤之威不要脸呢？啊，你一个人在魏府锦衣玉食，过得逍遥自在，还把舅父给的房契把在手里，现在居然还回来跟我抢这个破房子，干什么？我不想与你说话，我去找阿娘。你还有脸找阿娘？阿娘让你辞官，你不辞官你回来做什么？我辞不辞官，跟你有何干系啊？你，阿娘，你辞不辞官，和我有干系。魏学士，你不辞官还来这里做什么？阿娘，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为何不能回来？我秋明生了一个不听话的女儿，如今她翅膀硬了，应该在庙堂展翅高飞。回到这个小院子，岂不是委屈了她？这里确实委屈我了。我深得陛下信任，在朝堂斗争中游刃有余，纵有危险，也常能逢凶化吉。阿娘，这个官我是不会辞的。辞了官，我就会像您一样，被贫穷磨失了骨气，苟且的活着。不管你怎么看待阿娘，阿娘也对你只有一句话：把官辞了。阿娘，您为何如此逼我？这里又没有别人，您就不能跟女儿说真话？凭我是你阿娘还不够吗？阿娘会害你吗？说话！既然阿娘不会害我，那跟女儿说一句实话，这么难吗？不要再问了，我不会回答你。好，好。既然阿娘不回答之位，那就别怪女儿不能从命了。这官我凤之威当定了，因为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傻孩子，命运是有那么容易改变的吗？纵然比登天还难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好，那就请魏学士去试一试。我邱明英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叫凤之威，只有她有权利回我这个家。请你离开。魏学士，再不走，可真要挨打了。阿娘，之威会回来，但为迟。
是不会离开朝堂的。你等着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为什么难过？咱们将凤之威赶走，该难过的是他凤之威啊。来时，我还觉得家是暖的。 走时，我却觉得此处无比冰冷。你不曾出其旁人的，为何今日？牵你的肩膀，我哥哥。一定会回来的。走吧。眼泪。衣服我不动声色给他换了，这要保证衣料轻薄柔软，穿起来方便。 他才不管什么男装女装呢。不过这个还是你来吧，他可不让我碰他一根头发。南姨，今儿这胡桃特别香，你看看这个。 饱满吧？这可是宝盛斋的酥香胡桃，可香，你来闻闻，闻闻嘛。南姨，他们都说这宝盛斋的胡桃啊，壳特别好剥，剥一会儿试试。 好包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对吧？有虫。凤之威可是大家闺秀，身边当然不能有男子。 只该有你这么个貌美水灵的小丫头。只是以后可不能再叫你的名字了，该叫你什么呢？叫你依依吧。走，等秋家接我回府。
18年来，天圣的风土人情竟然没变。雅乐如果还在人世，该有多好啊！贱婢，你来过天圣？来过，带着一身伤来，带着一身伤走。这天圣男子羸弱，女子娇羞，不能伤你。哎，笑死我了！哈哈哈哈！天圣女子都是纸糊的，着实无趣。这人世间，伤人的不只是刀子，人心最软，也最硬，伤人也最疼。这么做，明显是冲着殿下和国公爷。殿下要早做准备啊！彭尚书，本王将府内侍卫调拨于你，务必搜出那个陈少，尤其是那些年久失修、无人居住的场所。臣即刻着手去办。本王想，尔等要刻意创造机会，牵扯住宁毅的注意力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。微臣明白。启禀燕王殿下，礼部侍郎徐启瑞求见。请。是。启禀殿下，金狮国的王子贺连征已经到达帝京。随贺连王子来访的使臣，竟然是当年那个战婢。微臣特来请示，此事是否要向陛下报告？哪个战婢啊？莫非是当年与废妃雅乐相关的那个战婢？正是。徐公，你暂且把此事压下，派人监视战婢，本王自有处置。是。你是何人？如此无礼！唉，父王令我来天圣学习，尽学的是这些无用男女，着实可笑。司令，本王觉得还是我们军师的女子英姿飒爽，非这些天生的弱女子可比啊！王子，咱们金狮国多么辽阔，王宫高大畅朗，这城里的窄街小巷憋得我难受。唉，天圣着实无趣啊，不如我们找点乐子去。走啊！王子不可，天子脚下，切不可肆意妄为。王子，你应该先去觐见天圣陛下，然后再去游玩。喘个气儿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耽搁不了多长时间。战婢使节莫要担心我，去就回。驾！今天怎么的？走。
哎呦，我的佛菩萨！我说你们天上的大家小姐怎么都一个个大呼小叫的？果真都这么体弱，一个个瘦得没2两肉，小鸡子似的。我们天圣女子确实都这么弱，万一被吓到了，手一抖一挑，那京师男儿那拉弓持剑的手，怕是都得跟天圣女子一样弱。天圣女子明明体弱，还中汉服啊！咦？好一招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头前脚后，七上八下，群魔乱舞，手舞足蹈，四面埋伏，八方琵琶，平沙落雁，登平渡水，绝妙轻功啊！这天圣女子够味儿啊！我贺连征喜欢。你不怕又被赶出来吗？阿娘赶走的是未知，我现在是凤之威啊！凤之威一定要在这邱府好好的住着。凤之威为何一定要回来？因为只有有人不断的看到凤之威这个女子确确实实在邱府住着，未知在外面才能安全。你可明白？不明白。南姨，你说这也是奇了怪了啊！怎么如今我听见玉洛这骂人的声音都觉得高兴，觉得如此亲切呢？希望你真的会高兴吧。我可没拿你那什么老石子簪子，你别诬陷人啊！我那玉簪就放在这案几上，我才离开片刻而已，回来就不见了。云儿说了，这期间只有你一个人进过花厅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我一个大男人，我拿你女儿家一个簪子做什么？怕是你自己，你落在哪儿你忘了，反咬一口。小爷没工夫陪你闹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敢跟我耍大爷？你可千万别忘了，要不是我阿姨，你和你阿娘还有那个杀人犯姐姐凤之威早就饿死街头了。阿娘私奔，家姐杀人，弟弟还是个小贼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敢骂我阿娘，你还骂我长姐你？我骂他怎么了？他一个杀人犯。你刚才骂的什么？他就是个杀人犯，可千万别让我看见他，否则我就报官。报官？谁要报官啊？凤之威说我杀了人，我杀了谁啊？我怎么只听说邱府病死了一个姨娘？莫非是另有隐情？难道说是邱都督欺上瞒下、罔顾枉法、包庇杀人凶手吗？哎呀，这可是要被削去官爵、3族流放的重罪呀！哼！我不跟你做这口舌之辩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跟你多说2句话都让我沾了晦气。哎呀，凤浩，你快把玉簪还给我！是，我是扫把星。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倒也沾了不少的晦气，怪不得到现在还待字闺中呢。凤之威，你还有脸说？我至今待字闺中，还不是因为你那张克夫克子的庚帖？那明明是你的命，为什么我来承受？那也是你跟你阿娘偷鸡不成蚀了把米。来呀，再来沾沾我的晦气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别碰我！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啊！你不是要找簪子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是不是这个？放开我！哎，你个混蛋，还给我！你快还给我！哎，凤之威，你快还给我！你快还给我！拿来给我！哎，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把我的簪子还给我！哎，你说是不是这个？你太烦人了！凤浩，小野，凤浩接着！哎呀，哎，你们就欺负我！不是，你不说是不是？怎么还给你？这宁毅就是一匹狼，养不熟的。
生儿啊，你我母子在这深宫之中，看似位高权重，可实则与你父皇的恩宠日渐稀薄。你那舅父虽秉性薄凉，与你我母子更多的是利益攸关。但他毕竟是我朝开国元勋，又在闽海经营数十载，最为陛下忌惮，也是你我母子最好的靠山。如今之计，只有保住闽国公，保住常氏，方可保全自己，进而图谋大位。儿臣明白。以儿臣如今的身份，这夺嫡之战，即便前方是刀山火海，儿臣也一定要闯过去。储君之位一旦落入他人之手，儿臣便会步先朝真定君王之后尘。公主殿下，您不能进啊！但奴婢先行为您禀报。公主殿下，见过贵妃姨母。二哥也在啊，王妹还正想找你呢。王妹找为兄，所谓何事啊？我听闻跟随金师国王子前来我朝的金师使臣，就是那个和宁义母妃不清不楚的战婢。所以我想请二哥帮忙，以此好好羞辱宁义一顿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王妹打算如何利用战婢羞辱那宁义啊？那宁义，一个庶出之子，罔顾律法，竟敢私下为雅乐那贱婢于青龙寺设了供养牌位，请僧行道，更献莲花供佛者，令众僧以铜阴盛水自其境，与花不为。姨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王妹说了半天，到底有什么计划？明卓，你到管家处找一个华贵的盒子，把这个剑装好了，给燕王送过去。给王爷送礼，不能简陋啊。遵令。哦，小的明白了，主子是想告诉燕王，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。那这事我去吧，我还挺想看看燕王的脸色。好啊，你去啊，你去了就别回来，留在燕王府给本王做一个卧底。主子要是离不开我，你就直说嘛。干嘛笑话笑话？主子一向说一不二，你快去吧。落井下石是不是？是不容下石，是不容下石，是不容下石。闲得慌是吗？王爷若无吩咐，属下这就去做。嗯。过来，坐下。把王府门口的侍卫撤掉。楚大，咱是没钱了吗？是啊，我们没钱了。小的得罪，小的得罪。是本王预感到近日会有贵客临门，怕把他们吓着。小的这去吧。贵客。王妹方才说自己长大了，可惜你这个计划在为兄眼里，还是小女儿嬉戏之法罢了。如此儿戏之举，怎可伤得堂堂的楚王殿下？那依照二哥的意思，我们该如何行事啊？本宫现在只想杀了那庶子。既然那战婢当年为了见雅乐，不惜冒死进京，如今纵然废妃已死，想必她也是不甘心的。那让战婢去青龙寺祭拜那贱婢，本宫以礼佛为名，把此事通给父皇。此事不可如此简单。
一定是一套连环的妙计，方可置宁姨于死地。生儿，母妃。这只簪子是母妃18年前的旧物，带回去给有用之人吧。儿臣谢过母妃。琪儿，母妃，儿臣拜见母妃。起来吧，近前让母妃看看。几日不见，琪儿怎的略显憔悴之色？那日身体不适，可有好转？啊，有劳母妃挂念，儿臣不孝。紫嫣，昨日你为我制的那碗金玉海棠羹，我食过之后精神甚佳，罚你再去给琪儿制一碗，可好？是。母妃，琪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母妃夜不能寐，就怕你有何不测。儿臣一切安好，母妃勿念。儿臣只想知道，那日燕王传给儿臣的香囊，是何人逼迫于母妃？这几日，儿臣屡屡请旨入宫，均被那燕王母子扣下，直至今日方准。母妃，那日到底是何情景？那日我去贵妃宫中请安。臣妾拜见贵妃。王才人。妹妹，本宫呢，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妹妹可否伸出援手啊？贵妃何出此言？臣妾但能尽丝毫绵力，绝不敢推诿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本宫啊，要求妹妹墨宝一副。贵妃，莫要取笑臣妾了。妹妹莫要慌张啊！本宫说，妹妹写下即可。琪儿，
务必除掉陈少。贵妃娘娘，饶过臣妾吧！此人不除，你的妻儿吗？哼，恐怕。 母妃今日所受屈辱，儿臣他日必将数倍讨回。按违听令。是。玉儿，来找我啊！玉儿，来呀！玉儿。 进来。这，主人，你等的贵客到了。哈，好，我更完衣，马上去。 陈少，你终于来了，还不赶紧跪下？嗯？既然王爷张榜相召，小人怎能不拼死一试？我家主子哪里写了召你来了？列国周齐秦汉楚，且知头任皆若王，直言小义。 无所为，平人迹象江陵郡，至监9年不复还，时平不用鲁连朝。不知楚王如何能为小人复仇？哦，你还挺聪明的，跟我差不了多少，不但聪明，胆子也不小，还真敢夜闯楚王府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 拿不到证据，想来楚王也不会贸然杀了小人。好，阁下真是有胆有谋人啊！果然是可以跟闵国公谈交易的人。本王想跟你交个朋友。王爷可知小人逃亡帝京的真相？本王可以推测一二，但实情，还望阁下坦诚相告。 起来说吧。王爷，小人有罪，罪该万死。但小人现在还不能死，否则临参军的冤屈将石沉大海，民海百姓的冤屈将永不见天日。
求王爷恩典，让小人跪着说完。好，跪着说。小人原本是岷海的一个普通渔民。17年前，常远到任岷海，接连颁下禁海令、禁渔令等伤及渔民生计的政令，却又没有其他方式安顿渔民。量税之外，还增加了监价税、出没钱等，横征暴敛。长熙6年，岷海大旱，庄稼欠收又不能下海捕鱼，百姓们吃不上饭，却还要缴税。长熙6年，本王记得三王兄跟我说，闽国公常远上表，称岷海灾情严重，请朝廷减免租税。父皇还专门让户部拨银赈灾。只怕这皇恩浩荡，只养肥了常远和他的官员。期望贪渎，该杀。无计可施之下，我爹带着村民们去衙门求告。尔等撒谎！哪儿来的旱情？庭中树木分明都长着叶子，给我打！是。一干刁民，分明是妄图逃避缴税。草民四处投稿无门，遭投无路之下，沦为海盗。为朕私塾，不许百姓疾苦，该杀。长熙15年，常远突然派其子以中间人牵线，约我等首领密谈。你们常年在海上漂泊，营生艰难，衣食无着。今日前来，我特为家父代为传话，希望能为你们谋个出路。海盗还有出路，只能等引刀向敬了。倘若你家首领愿与家父合作，谁又有权敢取他的首级啊？官匪合作，如何合作？岷海海寇常年骚扰内地，朝廷均已知晓。家父事下，各位首领继续骚扰岷海，如能比之前更为频繁，最佳。闽国公这是行的什么棋？竟想我们变本加厉行此恶事？你们不行恶事，闽国公如何除海寇啊？说来说去，闽国公还不是和那些历任官员一般，想要斩除我们。斩除你们，闽国公又如何在岷海常除海寇啊？鄙人着实听不懂了。海寇年年除，年年不绝，方才有年年的除寇款项、赈灾款项，闽国公才能年年待在岷海。好一个绵绵不息、源源不绝的声音！我们这些海寇如同四季稻谷，任君发割。只是这般与我们合一，上阵杀伐终需钱财物器，损耗颇大，难以支撑。朝廷拨来的钱款，自有闽国公分与诸位首领，损耗内部，掠夺自得。倒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买卖。日后是要靠天吃饭，还是要靠常家吃朝廷的饭？斟酌清楚。靠天吃饭哪有温饱？自然是背靠朝廷，方得盆满钵满。我愿随闽国公
共行此道。官非勾结，轻视国体，该杀。就这样，我们名为海盗，是为他长远的雇佣军，而我，也从一个以道为生之人，变成了长远的爪牙帮凶。直到1个月前，长远传我上岸，说有一笔大买卖，见面后方知。他要我率领手下斩杀林任期参军全家，并务必拿到林参军书房内所有书信奏折。转身残忍，该杀。小人同样该杀。只盼阁下手中证据能够一举拿下长远这幕后帮凶，到时林公英灵得以慰藉，你也可以将功折罪。小人谢殿下体恤，不过小人却罪无可赦。我找到奏折后，好奇心起，能令堂堂闽国公如临大敌。这奏折里到底写了什么？本王也同样好奇。臣幸蒙圣恩，得禄于朝廷，自当为朝廷舍身，免奸佞专权，祸乱于朝纲。今特检诛贼臣闽国公长远，列长远10大罪状，恳请陛下明察。一个活口都不留！住手！殿下，臣一直派人盯着楚王呢，没发现什么异样。只是楚王多当一天御史台，臣就难施拳脚。殿下可有良策，让陛下免了我这个紧箍咒啊？本王那6弟，岂是免职所能约束之人呢？不过，他非要与本王针锋相对的话，那就莫怪为兄心狠手辣了。殿下可有良策？此事还需2件关键之物：一，战壁之炉；二，父皇之手。启禀殿下，全御医求见。速速有请。是。拜见燕王殿下。全御医，请起。本王有一事不明，特请全御医前来赐教。殿下客气了，但凭吩咐。据传言，这大越日罗族男子
年满18岁之后，这体肤之上便会出现血色族徽纹络。全御医，此事可否当真呢？确有此事。传说，此举是为了保证日落族血脉之纯粹。16年前，臣初到御医院，金宇卫顾指挥时也曾问过此事，据说是要安插内应入日落族查案，担心因此暴露身份。金宇卫调查的是何案？殿下，微臣不知。那此事如何解决？全御医可曾知晓？这个自然是臣想到一个办法，得以解决。本王有幸得全御医相助，此事能成，多多有劳全御医了。殿下，微臣能入御医院，全赖国公爷当年的恩典。过几日，本王着韶宁公主前往御医院。微臣明白。启禀殿下，楚王府突然派出一队人马往顺平门方向驶去。彭尚书，殿下，火速派人前往。是。启禀父皇，陆氏参军林任奇上表闽国公10大罪状。一罪，外戚专权，以常侍身份代朝廷行权，窃陛下之恩以示己惠；二罪，勾连海寇，私蓄海寇，骚扰靖边百姓，以求体力；三罪，圈地为王，据闽海为己有。宣闽国公常远即刻进宫述职。殿下这场硬仗有必胜的把握吗？你怎么知道有一场硬仗要打？瞧你那踌躇满志的样子，一定是陛下被你说服了呗。本王已经把常远所为全盘禀告父皇，父皇已经下旨令常远回京，民为庶职，实为查办。本王就要看一看，这老贼能猖狂到几时。好啊，那就趁常远尚未回京，你我早做筹谋。你看，这查斩就是闽国公，白子就是你，我正琢磨着谁能给你做助力呀。这天底下大抵只有三哥和你会当如此。即便不赞成本王所为，也必定会倾其全力助我。啊，那当然。不过不光如此，如果你因此受到伤害，恐怕也只有我和你三哥为你疗伤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相信常远会倒台，未免太悲观了吧？你真的以为一个小小的陈少就能让常氏倒台？你未免太乐观了吧？赌一个。好啊，若赌就赌凤之威，我赢了，凤之威教我处置；你赢了，娶她做王妃。你以为凤之威是一个可以任本王摆布的女人吗？不赌。你以为你就一定能赢吗？若是我赢了，凤之威就教我摆布，你罢了。
我不赌。你怕了？我就是不赌。嗯，本王就是不赌。就是不赌。既然使臣一行，均已安顿停当，徐某明日即奏请我主陛下，不日召请赫连王子及使臣觐见。有劳徐侍郎，战某静候佳音。徐某告辞，请。哎呀，徐某差点忘了，我朝楚王殿下托微臣转达，待使臣见过陛下之后，欲请使臣一聚，不知您意下如何呀？楚王啊，宁毅吗？啊，正是楚王殿下，他可是我主陛下最为宠信的皇子，还获陛下亲封，出任御史台一职，可谓威风赫赫。是燕妃所生之皇子，宁毅啊，此话莫要再提。楚王之母妃已然被废，这是我主之禁忌呀。楚王既然威风赫赫，又在御史台之位，为何事关他母妃清明，却又置之不理？可见不是仁孝之辈。这宴请，战某就免了吧。使臣此言差矣。据徐某所知，楚王私下在青龙寺为其母妃设立了供养牌位，每逢朔日、望日，均献莲花供奉佛者，可谓仁孝啊。至于其他，徐某不敢妄言，不可妄言。战某臆测了，还请徐侍郎援佑。告辞，请。明日可不正是望日？你说你与我同食五谷杂粮，怎么你的秀发却无端生出些许芬芳呢？你看，堂堂的清明院守亲手为你换发，如可怪哉？院守夫君，你这整天劲的，不是教导哪门的子弟们，说什么修身、齐家，什么治国平天下，可见这齐家有多重要。这为娘子换发，那不就是齐家吗？哎呦，我家娘子都会用礼记的话来堵为夫之口啊！这叫近朱者赤。好，近朱者赤。我愿意每天为娘子换发。不寝不食，心甘情愿。娘子，我去就来，缺了一味桂花油，不能动啊！殿下久等了。换发有趣吗？古有张敞画眉，今有紫燕换发，异曲同工，当然有趣啊！我们尚且留有余香。
果然是大花的味道。但殿下从何知起？你身上常常有这个香味吗？哦，是吗？谈正事吧。好，我已联络上淳于都督。老将军依然是一腔热血，听闻此事义愤填膺。若不是我拉着，那就提枪上马，杀奔宁海了。子燕兄，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？而且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说服了亚相胡慎山，他答应我在长远进京之前，一定上报父皇，跟我们一起弹劾那老匹夫。不，殿下我安不了心。源于朝中半数以上官员皆为长选，届时势必成为掣肘之势。这是姚相给本王的信。京师使臣是大越战弊？对。礼部徐启瑞就是子燕兄所说的常选官员，他可以隐瞒此事，必定是宁生的指示。宁生此时此举不用想，是针对殿下，只是不知道他意欲何为。本王也好奇，所以明日决定带上拜帖，去驿站探个究竟。不，殿下亲自前往，实为不妥。那就让宁城去。属下明白。你要继续去换发吗？我继续手留余香。楚王私下在青龙寺为其母妃设置了供养牌位，每逢朔日、望日，均献莲花供奉佛者。雅乐，只要你说不嫁，我就是豁出命去，也要和你一起去跟族长抗争。不要嫁给姓宁的，也不要离开我。我不去，他还会再来族里讨要神女。我若和你逃了，受苦的是我妹妹，她才14岁，怎能就此远走他乡？罢了，再多的苦难，由我一人承担。雅乐。我舍不得你。何人在此？贵人可是楚王殿下？可是宁毅？正是本王。阁下何人？为何藏身于此？我是京师使臣，战毕。战毕？阁下真的只是那个京师战毕？殿下的意思是，您还认识别的战毕？本王只识得一个战毕，此人乃是大越日落族人，与本王母妃是同族之好。只可惜，本王与此人素未谋面，否则，有等可以听他讲讲母妃的往事，也可略慰吾心啊。这只簪子是母妃18年前的旧物，带回去，给有用之人们。
佛菩萨在上，我雅乐众生心中只有战璧一人。无论今生今世嫁与谁为妻，都不忘此情此人。殿下，我就是你口中的大越战璧，你母妃雅乐的同族之好。我也想知道，土城一别，雅乐他可欢愉否？阁下当真是大越战璧吗？你母亲擅长制香，那香味儿，我至今都难忘。只可惜，现在再也闻不到了。又是何人？殿下，是我。你为何在此啊？你是不是跟踪我？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都看见了？殿下，咱家什么没看到，滚！什么没听到。滚出去！快走！殿下，这是本王的内侍。糟了，怎么办？这下可糟了。殿下，为何如此？这位内侍是父皇派在我身边的眼线，他一定会禀告父皇的。我私设牌位，祭奠我母妃，这已经触犯了父皇的大忌。而且，刚才我还提起你与我母妃之前的旧情，我犯了死罪啊！母妃，儿臣命不久矣啊，母妃。儿臣死到临头了，儿臣就要去陪您了，母妃。殿下，我与雅乐虽然青梅竹马，但是我们绝无任何不可告人之处啊！你觉得父皇会相信吗？他不会相信你的，母妃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请勿慌张。战母去就回。大胆贼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谋杀皇家内侍！快给我拿下！押走，走。主子，目前属下查到，确实战璧与青龙寺外杀了燕王内侍。
至于杀人动机，暂避一时不会交代。青龙寺，那个时候您身在吗？有人看到燕王座驾曾去过彭佩府中，据说是彭尚书老母受害，前去祝贺。带战皮来见我。是。主子，战毕带到。战毕，见到楚王还不见礼？哼，又一个楚王，能劳动天上各路神仙屈尊降贵前来戏弄我战某，还真是荣幸之至啊！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已经见过一个楚王名义了，对吗？18年以前，我母妃为了你，背负一世的污名，丢了性命，而你却还能苟且地活着。如若不是因为你跟我母妃有一丁点的联系，我怎么会来见你？我见了，让王很失望。蠢，鲁莽。为何我现在心里突然升起一个恶念？我想要你现在就死，就死在我的面前。但你死了，填不满我心里的恨。你告诉我，18年前，你为何要去青龙寺？18年之后，你为何还要去青龙寺？把实情告诉我。你说的没错。是我害了雅乐。18年前我就该死了。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儿子，我这条命你就拿去吧。闭嘴！像你这样的懦夫，你也配叫我母妃的名讳？你也配？你只需要告诉我是谁害了我母妃，我要一个一个拿出来，把他们一个一个跟着你一起送到我母妃面前，跟她谢罪。告诉我，18年前，你是不是大越的奸细？说。好，我甘愿赴死，容我把一切前因后果告诉你。跪下说。
宁毅，如果你能还雅乐清白，我死也瞑目。继续说。殿下神机妙算，楚王果然已经去了刑部大牢。情这个字，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。现在我们所需之人，都已经纷纷入垢，本王也该示好了。王妹，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。如果说那个战壁是引他入垢的饵，那未知就是饵中的钩刺。王兄放心，少宁一定会让未知就范。必要的时候，拿出王兄的令牌，去找裘尚奇帮忙。他们不是亲戚吗？少宁明白。请七弟过府一聚。是。如今看来，宁生之所以假扮殿下，就是要利用我对雅乐的愧疚之心，诱我杀人入狱。只是不知道他下一步又要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我只知道他想置我于死地。你的存在，不过就是他来对付我的武器罢了。殿下，多年以前，就是因为我情难自抑，混入帝京，只为见雅乐一面，害得他香消玉殒。这18年来，我的命都是他给的。如今，再不要因为我害你陷入危局。殿下，不要管我，你快走吧。你能再说说她吗？我的母妃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宁毅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雅乐是天底下最好、最美的女子，也是我一生的牵挂。小时候我就没有看过母妃展颜笑过，我一直以为她是讨厌父皇身边的女子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她有多苦，我母妃有多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雅乐一直是温柔的笑颜。但愿她在天上能忘记世间一切的痛苦。为什么要有你？为什么我母妃忘不了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她要为了你抛下8岁的我？为什么？
可府里的侍卫留在这里，没有本官的令牌，任何人不能接近他。属下遵令。王兄，请。有长进，七弟果然聪慧。臣弟愚钝，是王兄教导有方。近日为兄以茶代酒，向七弟赔不是。王兄何出此言啊？臣弟不敢当啊。母妃已经责备过为兄了，说是在陈少一事上，为兄不该如此利用七弟。为兄错了。王兄万不要这样说呀！王兄与贵妃，待我与母妃恩重如山。如今，王兄能有用得着臣弟的地方，臣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七弟此言，为兄深感安慰啊。更不忍让七弟被宁毅所误会。不如七弟可以约上宁毅，你我兄弟三人坐下来，把这事儿说清楚了。就说此事是为兄逼着你去做的，与你无关，这样为兄才会安心呐。王兄关爱臣弟之情，臣弟真是无以为报啊。如今也只有以茶代酒，谢过王兄了。那依王兄所见，宴请楚王，臣弟所动，还是王兄都不合适。此宴还得魏学士做动。宁琪见过六王兄。哎，免礼。七弟，你可是很少到我这儿来，应该有要事。坐啊，看茶。是啊，不必了。哎呀，坐下。不瞒六王兄，臣弟是从燕王府而来。哦，受二王兄之托，邀六王兄去王位之府饮酒。二王兄邀我喝酒，却让七弟你来请我。七弟，你刚回帝京，千万别忘了王兄跟你说的话。这激怒虽好，但要小心伤及自身呐。臣弟感念王兄好意。臣弟势单力薄，无力反抗啊，就只能应允了。我也明白，我也明白。那喝酒有什么由头吗？二王兄说，因陈少一案，我们兄弟三人相互猜忌，心生芥蒂。有吗？常贵妃说，兄弟间当以和为贵，命他当面与你我说清楚。王兄，此话，臣弟转述的可是一字不差呀。你有猜忌吗？我没有啊。那为何我们要去魏知府呢？虽然二王兄表面上说，父皇上赐魏学士的千古罪是难得的佳酿，要我们一同去品，但臣弟以为没那么简单。王兄，还是小心为好啊。
二王兄让七弟邀我去魏知府喝父皇赏赐的御酒，有意思，有意思吧？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走。把脸转过去。为什么？你拿我女人的为什么？不能看吗？不能看啊！你再不转过去，我就这样。我背过去换。怀师兄，学生，你可曾收到我送去的拜帖？正是为了那拜帖一事，燕王殿下突然说要来饮酒，可要劳烦怀师兄快去准备一下。燕王已经来了，正在花厅等你呢。说来就来啊！燕王此去好生古怪。怀师兄，你先去陪陪燕王殿下，就跟他说我随后就到，看看他所为何来。明白。他急我们又不急。嘘，心照不宣才好。未知见过二位殿下。见过魏学士。你看魏学士真是个多礼之人，还专门出来迎接我们两位。三位殿下不请自来，我的寒舍蓬荜生辉啊，怎敢不远迎？七弟，我怎么觉得学士好像是在怪我们俩呀？魏学士见谅，都怪宁戚思虑不周，听闻父皇赏了学士千古佳酿。一时兴起，便应了二王兄，多有叨扰，还望学士勿怪啊。原来如此，说来还是要怪魏某不周，得了赏赐，竟忘了请几位王爷前来品尝。殿下，莫要怪我才好。得了得了，就几坛酒，你今天拿出来尽兴，本王过2日还你多几坛就行了。请吧。魏学士为何迟迟不肯露面啊？难不成是不欢迎本王吗？殿下莫急。殿下，您看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殿下，殿下，卑职来晚了，卑职见过燕王殿下。魏学士，楚王殿下和那七皇子殿下，看上了魏某小院的风光，说是要在那里饮宴。还请殿下移步。如此甚好啊。魏学士，请带路。三位殿下来得太仓促了，魏某还没有准备。要不这样吧，殿下，
你先去那庭中就坐，我去安排一下，随后就到。有劳魏学士了。殿下请。看来今日我这小庙要起妖风了。我这就去安排家院严防死守，我再让南一。哎，恰恰相反，今日之事与我未知，只是饮宴，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魏氏，你且吩咐下去，除了辐射王爷几位所需之人，一概不许出来，特别是南一。这，魏师兄靠你了，快去吧。这万一要是有危险，放心，今日有危险的，必定不是我。